的假的？不知道，感觉比之前那几个像。还是小心点儿，你忘了上周那个装了4天才露馅的吗？我明明今天刚到家，我爸妈说前几天回来的人又是谁？我不知道是不是父母故意在吓唬自己，可在这深夜里，他们那窸窸窣窣的悄悄话听起来却显得格外瘆人。正当我想起身开灯时，门口就传来了轻微的响动，我赶紧闭上眼睛装睡。直觉告诉我他们进入了我的房间，他们2人的脚步很轻，好像在慢慢的靠近我，直到我的左脸突然感觉到一阵温热的气流，一下一下富有规律的喷在我皮肤上，一阵寒意瞬间蔓延开来。他好像真睡着了。额头上那颗痣位置对吗？应该是对的，但屋里太黑了，明天白天再看吧。那等他换衣服的时候，我再找机会看看他左腿上的疤还在不在。随后2人便悄悄地离开了，但我绷紧的心却一点也放松不下来。我腿上确实有道疤，是我小时候摔的，当时伤口严重，缝了好多针。可是我记得当时伤的明明是右腿。一直到天亮我都不敢合眼。如果说有些家长比较担心孩子的睡眠，会在半夜去看看，我也倒是能理解。可昨晚他们在我门口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家不止一个我？我困惑地走出房间，看见我妈一边收拾着桌子一边招呼着我，看上去没什么不对的。等坐到餐桌后，我爸妈突然齐齐地坐在了我的对面。你爸一大早专门下去排队给你买的，是你最爱吃的梅菜包子。快吃吧，趁热乎着呢。可我看着眼前的包子，迟迟没动筷子。我从来都不吃梅菜，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它闻起来一股板蓝根味。因为这个小时候我没少听我妈唠叨，可现在他们俩的眼里却充满了期待。我喉咙有些干涩，咽了咽口水。难道是我记错了小时候的事，还是说他们在故意试探我？而且我爸表情有些不自然。莹莹，怎么不吃啊？是味道奇怪吗？顿时我感觉有些古怪。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问喜不喜欢吗？察觉到异常的我赶忙推开盘子。对呀，你们不觉得吗？我爸妈明显愣了一下，2人有些不知所措地对视着。爸妈，你俩今天怎么有些不对劲？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我爸立刻扯出一个假笑，眼神不自觉地瞟向我妈。我妈立刻心领神会地配合道：嗨，看我这记性，忘了宝贝女儿不吃梅菜了。看着他们古怪的假笑，我越发的感觉到他们有事在瞒着我。于是我赶忙找了2个较远的店铺，说想要吃店里的特色。2人实在受不了我的软磨硬泡，最后都被我支走。然而等他们俩一出门，我就立马在家里翻找起来。根据他们昨晚的话和今天的种种试探，或许在我回来之前还有其他的我回来了，那么在家里一定会有那些我存在过的痕迹。我首先检查了我的房间，虽然我前几个月一直都在学校，但我能记得自己房间里都有什么，可里里外外我翻找了几遍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将视线集中在了我爸的笔记本电脑上，由于他设置了自动登录，开机之后我不用扫码就能登上他的微信。置顶聊天有3个，家庭群，我还有我妈。于是我随手点开了我和我爸的对话框，可看到聊天内容的瞬间，我浑身犹如过电般站立起来。从9月13日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条，每过几天我就会给父亲发送回家的消息。我困惑地看着眼前无数句相似的对话，顿时感到脊背发寒，因为此时我的手机上根本就没有任何9月13日之后的聊天记录，那些消息根本就不是我发给我爸的。也许真有许多个我在重复着回家，我爸妈肯定是知道些什么，但并没有告诉我。于是我立刻关掉电脑，开始在他们房间里搜寻起来。没记错的话，我爸有写日记的习惯。潘海的日记本，9月13日星期五，女儿突然发消息说要回家，奇怪，不是刚开学吗？9月14日星期六，她不是我女儿。9月15日星期日，太奇怪了，她和莹莹长得太像了，就连声音和生活习惯都几乎一模一样。虽然是莹莹的脸，但总感觉哪里不太对，而且动作表情也有些僵硬。可这些都太难被怀疑了，要不是她一直在问我，爸爸，你觉得我是我吗？我们差点就被她糊弄过去了。她又给我发消息说要回来了，这是什么意思？明天她还会回来吗？那明天回来的会是我的女儿吗？9月19日星期四，她比上次更像了，不光是脸更像了，习惯也非常相似了。但我还是发现她额头上那颗痣歪到了另一侧，而且莹莹对猫毛过敏，但她却抱着邻居的猫一直亲，果然一试就是出来了。9月21日星期六，果然和我们猜测的一样，每次莹莹被识破后，她第2天还是会出现，但下一次她会修补上次的缺陷，这无疑让我们更难分辨她到底是不是真的莹莹。9月23日星期一，她的防备心越来越高了，也许我们需要点特殊措施。9月29日星期日，这次好像真的是我女儿，一切都能对上，可是她为什么还会问出那句爸爸，你觉得我是我吗？9月30日星期一，好险，差点就被她骗了，我女儿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哭泣的骆驼这个故事是她最爱的作家三毛写的，如果我当时回答了是的话，会发生什么？10月2日今天星期三，不能再这么被动了，我真正的女儿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是不是安全？我记得除了猫毛，莹莹从小对香菇也过敏。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小心翼翼地将日记本放回原处，身体也止不住的颤抖。原来爸妈在门口说的那些话不是在开玩笑，从上个月开始就不断有冒充我的人出现在家里，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我会修复上一次的缺陷。从最开始的脸部奇怪，动作僵硬，变得越来越像我。在这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向我爸妈求证自己是不是我。
而一旦被发现不是真的我后，他们就会立刻消失。想到这儿，我不禁后背一阵发凉。如果前面某一个我没有被他们认出来呢？我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就这样消失？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又要怎么证明我是我呢？看完我爸的日记和聊天记录，我陷入了无比的困惑。不仅仅是我没有那段记忆，而且那些个我到底是怎么出现的？甚至他们还可以通过聊天软件跟我的父亲通话，可我的手机一直在自己的手上，里面也没有任何聊天记录。于是我立刻联系还在寝室的室友，将笔记本电脑上我和父亲的聊天记录截图发了过来。可没想到图片里内容竟然真的和父亲电脑上的聊天记录一模一样。瞬间我汗毛倒立，那些个我确实真的存在过，他们不仅代替我回了家，为了不让我发现他们的存在，甚至他还将手机上的聊天记录删除了一部分。也就是说，那些个我一直潜伏在我的身边。就在这时，房门突然传来了一阵开锁的声音，是爸妈回来了。我赶忙将家里的电脑关机，看着他们给我带回来的美食，我假装无比的喜欢，但吃下去的每一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似有若无的视线。我知道他们还没有放下对我的戒备，也许他们可能还会继续试探我。就在我思索着该如何应对时，我妈却突然摆手招呼着我过去。莹莹啊，快来，你爸把你小时候的照片找出来了，你看这张，你上幼儿园第1天的时候拍的，当时你胆子多小，一撒手就哭个不停。说着，我妈又拿起另一张照片。对了，你还记不记得他？照片中2个看起来刚上幼儿园的小孩，正并排骑在2个玩具马上，扎着2个小辫的小女孩是我，另一个是戴着鸭舌帽的小女孩。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或许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只是爸妈用来测试我的。看着爸妈的眉头越皱越紧，我只得接过照片，假装不在意的打趣道：这照片都多久了还留着呢？爸妈，你们该不会像网上说的那样，岁数大了也开始念经了？说话的功夫，我仔细打量着照片，努力从脑海中找到些蛛丝马迹。这孩子，这不是正好翻出来了吗？想着你和嘉欣不是关系挺好的，不过后来高考之后就搬走了。莹莹，你还记得他吗？我爸似乎是怕我妈说多了，立马出声打断。可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因为我和嘉欣是最好的朋友，现在虽然不在同一所大学，但我们一直都有着联系。而且我还能肯定，他的脸绝对不是照片中的样子。难道说我也如我爸日记里写的那样，我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我强忍住内心的恐慌，点了点头。记得呀，不就是住在楼下的那个？我爸妈对视一眼，表情好像稍微放松下来一些。时间不早了，我先去做饭。莹莹，你先回房间歇着吧，我帮你妈打打下手。我爸说话时，他的眼神有些躲闪，好像接下来有些什么打算。但此刻我根本来不及想那么多，而是回到房间后第一时间联系嘉欣。可一打开聊天记录，我却彻底傻了眼。原来早在1个月前，他就给我发过消息。2021年9月3日，潘莹，不论你信不信，我发现好像他们在尝试替代我。虽然我没有证据，但很多人都见过另一个我。2021年9月13日，我爸妈已经不记得我了。而且身边的人也开始对我产生怀疑，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才是我。2021年9月18日，他们会用和你相反的习惯来给周围的人洗脑，并让他们认为相反的习惯才是真正的你。这样等你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习惯不同而否定你的存在。2021年9月27日，他们好像成功了，几乎没有人记得真正的我了。如果我能早一点证明我就是我，也许我也不会消失。映入眼帘的信息看得我心惊胆战。现在嘉欣也遭遇了冒充自己的人出现，并且他们好像成功了，貌似只有我还能记得他原本的模样。所以父母也是受到了他们和那些个我的影响，对真正的我和嘉欣产生了错乱的记忆。所以我还是我，只不过之前的那些个我在尝试改变我父母对我的记忆，不过好在被我及时的发现了。于是我继续向上翻看着聊天记录，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图片，还有嘉欣发来的语音，但时间都是2个月前的内容了。我感觉有些困惑，我为什么不记得他给我发过这样的消息？随后我点开图片，画面是一张类似宣传海报的截图，除了一些意义不明的图案外，上面只写着一行标题：另一个自己挑战。这时我才忽然想起来，这是我与嘉欣曾参与过的一场挑战游戏，当时宣传说和冰桶挑战类似，但游戏规则却极为严格，上面要求我们在每一个夜晚入睡前都必须伫立在镜子之前，目光坚定地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然后一字一顿清晰有力地说出那句你就是我，并且连续30天不能中断。我因为实在害怕这种感觉，在坚持到第20几天的时候就终止了。可嘉欣好像完成了。我看了看他发送消息的时间，好像就是在嘉欣结束挑战后，他们就出现了。一想到这，我顿时感觉心里一阵恐慌。不论是嘉欣的遭遇，还是我遇到的情况，都在指向他们的出现就是来自那场游戏挑战。所以只有参与过游戏的我，还能记住嘉欣以前的模样。正当我想上网搜索有关这个挑战的内容时，突然一阵敲门声突兀地打破了这份寂静。我微微一怔，心里顿时感觉有些奇怪。往常爸妈找我都会喊我出去，很少会直接进来。爸妈，有什么事吗？我这就出去。可我的话还没说完，回应我的却是那愈发猛烈的敲门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我顿时慌了神，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扇门。突然门被猛地撞开，飞来的门板将我重重地打倒在地，瞬间我的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出现在医院里。孩子，你总算醒了，
你没事吧？哎呦，爸爸妈妈要吓死了。直到我反复的确认了今天的日期，我才知道原来是那个游戏让我的认知出现了障碍，导致我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可不知为何，我却感到十分困惑，抬起头看向了爸妈。爸爸妈妈，你们觉得是我吗？就说让年轻人少玩点网上来路不明的挑战，幸亏他和他朋友被发现的及时。我是个小偷，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快来救救我！我压了压帽檐，抬头瞄了瞄四周，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我叫唐玲，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我的主业是小偷，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入夜，我穿戴整齐，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这个小区没有监控，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我轻轻关上房门，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我顿时放松下来，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打开一看，有些傻眼，里面竟然不是首饰，是2根金条。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我将金条放进口袋，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可当我刚走到门口，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不好，有人来了！我的头皮瞬间发麻，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我长舒了一口气，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所以透过衣柜门缝，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她放下皮包，甩掉脚上的高跟鞋，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大约过了1分钟，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暗道一声不好，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将她打晕然后逃走，还是跪地求饶？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我紧紧咬住嘴唇，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突然间，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女人迟疑了一下，手松开了柜门，转身去接电话。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幸好只是虚惊一场。干嘛？我刚到家。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她对着电话在撒娇。既然想人家，就来看我啊，我做好宵夜等你啊。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还有一个男人要来，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现在难度系数更大。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掏出手机看了看，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我咒骂了他几句。周鑫是我的男朋友，我们算是雌雄大盗。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帮周鑫脱身。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他却没了音讯。客厅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她似乎心情很好，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在杯沿上亲了一下。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能不能卖个好价钱？我伸手拍了拍脸，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终于，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我猜她是去洗澡。果然，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谢天谢地，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我还没来得及开门，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静静，是我，你的小甜心。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然后打开房门。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恰好挡住了她的脸。久等了吧？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我猜你一定会喜欢。我很喜欢。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女人让男人进了屋，我还注意到她随手将门反锁，来到酒柜前。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我的男友连个人瘾都没有。这个周鑫果然很狗。你比玫瑰花香。
比红酒更醉人。男人暧昧地说，女人娇笑着躲闪，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啪的一声脆响，吓得我缩了缩脖子。别动，我来弄。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男人一直背对着我，看不清他的长相，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男人笑着接过去，一饮而尽。这一次，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是周鑫。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他竟然劈腿了，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冷风嗖嗖地往里灌。我气得咬牙切齿，一拳砸在柜门上，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怎么忘了呢？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还是一个贼。衣柜里有动静。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周鑫这个混蛋，我现在出去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我新买了一套情趣内衣，就在衣柜里。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我这就去拿。周鑫两眼放光，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我恨得牙根痒痒，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就像喝醉了酒。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我的后背再次发凉。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周鑫突然停了下来，眼睛一翻，一头栽在地上。我心头一紧，用力扣着手心，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女人蹲了下来，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真给男人丢脸。她说完这句话，突然看向衣柜，冲着我挑了挑眉。我吓得魂都丢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而是转身进了厨房。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直觉告诉我，女人给周鑫喝的红酒有问题。我想把周鑫叫醒，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只能拉开一道缝，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鑫，可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身上多了一条围裙。她想干什么？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女人再次看向衣柜，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她又走向客厅，打开电视，调了一档娱乐节目，并把声音放得很大。这个节目不错，女孩子都会喜欢。她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我的头皮不禁发麻。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毛骨悚然。女人拉开了电锯，竟然把周鑫分尸了。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面如土色的捂住了嘴巴。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警察，我要报警！麻区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我是小偷，目前躲在衣柜里，快来救救我！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只见女人收拾好后，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轻轻说了声好困，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我祈祷着她赶紧睡着。很快，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我打开一道门缝，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女人突然睁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戏谑，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女人坐起身，笑眯眯地看着我，怎么不躲了？我还没玩够呢。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别伤害我，求你了！我瘫坐在地上，带着哭腔哀求她。我怎么舍得杀你？有了你，增添了我很多乐趣。女人勾着我的下巴，慢条斯理地说：“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你是第一个，是不是很荣幸？”看着她兴奋的表情，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我眼眶含泪，颤抖着说：“我不行，真的，求你放过我！放过你？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你只能选一个。我不会说出去的，真的，请你相信我。”我哭着对她说：“闭嘴！”她突然变得暴躁，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脸上火辣辣的疼。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既然你不珍惜，那就怪不得我。说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直接晕了过去。醒来时，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周围也是一片陌生。回想起之前的一幕，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没有伤口，也没有痛感。难道我真的死了吗？你感觉怎么样了？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戒备地看着他，用被子裹紧自己。你不用害怕，你已经安全了。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我们迅速出警，罪犯已经伏法。听完警察的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活着的感觉真好。那个女人太可怕了，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依旧瑟瑟发抖。
后来了解到，女人因为被背叛，一怒之下杀了老公，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再杀掉他们，来满足自己的快感。周星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我就像小丑一样，在他面前丑态百出，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你会怎么办？2月13号那天，我加完班已经快到凌晨，看着冷清的街道，我冲着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招了招手。刚坐上车，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顷刻间豆大的雨滴就顺着车窗缓缓落下。我满身疲惫地倚靠在窗边，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到一点点放松。然而就在我轻轻闭上眼准备打个盹的时候，手机传来的震动猛然把我惊醒。我看向了手机，屏幕上显示现在已经是2月14号0点，与时间同时显示在我眼前的还有一条未读短信。点开后发现是一个未知联系人发来的消息，我喜欢你。看着这条未知联系人发来的短信，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人玩大冒险游戏输了，于是我只是敷衍地回复了2个字：谁呀？本以为只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殊不知就在我刚放下手机时，却再次收到短信：你必须做我女朋友，否则我保证你绝对活不过明天。什么鬼？这人有病吧？我没好气地回复了他：神经病。之后对方便再也没有回过消息，我也不再理会，放下手机，重新闭上眼睛假寐。窗外的暴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听着雨滴噼里啪啦落在车窗上的声音，不知为何，我心中竟莫名其妙生出一股烦躁不安的感觉。就在此时，我的电话又响了，幸好这次不是短信，而是语音电话。看着屏幕上2个醒目的大字，我不敢耽搁，赶紧按下接听键。小欧呢？今晚就辛苦一下，把方案做出来发到我邮箱。老板冰冷且不容拒绝的声音，瞬间让我觉得生活无望。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只能假笑着说一些违心的话。接着我拿过随身携带的背包，殊不知人一旦倒霉起来，就连喝水都会塞牙缝。平时从来电脑不离身的我，今天偏偏把笔记本电脑忘在了办公桌上。想起同事小张还在公司加班，我赶紧拨打了他的手机。下一秒，看着出租车转进了那条熟悉的巷子，我的家就在这条巷子尽头。不知是否是因为下雨的缘故，今夜我总感觉分外孤独。打开朋友圈，除了有个别微商的广告以外，几乎被各种秀恩爱撒狗粮的情侣刷屏了。此刻再想到自己只收获了一个陌生人的恶作剧，更是喜提一次熬夜改方案的机会，是真够悲催的。没过一会儿，我就到了家楼下。就在我刚进入楼道时，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整个楼道的灯也在瞬间暗了下来。我拿出手机照亮，一路走到电梯前，可任凭我怎么使劲按，电梯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不会是跳闸了吧？我心里10000只羊驼呼啸而过。没办法，我只能走楼梯了。爬到8楼，让很少运动的我腿都软了。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楼道，我咽了口水，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再次涌上心头。不知为何，我总感觉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于是我不敢再过多停留，赶紧掏出家门钥匙。然而就在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时，突然一双大手从身后紧紧捂住了我的嘴。霎时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想要大声呼救却叫不出声，感觉身体也被牢牢控制。就这样，我被拖进了黑暗的楼道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身后的男人一个闪身来到我面前，他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抹布，把我的嘴堵住，接着就想对我做些什么。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遇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我用尽全力挣扎，妄想能摆脱魔爪，殊不知就在我死命挣扎时，脚下一个踉跄没站稳，于是我就这样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下，撞到了后脑勺。在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我看向了那个侵犯我的人，奈何漆黑的环境下，我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只能走到今天，心里涌过万般无奈与不甘，但也只能与这个美丽的世界说声再见。2月14号0点，我惊吓着醒来，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我喜欢你，似曾相识的情景。我按着太阳穴，头有点痛。这个噩梦让我冷汗直冒。天果然在下暴雨，随后又是老板的电话，我让同事顺路给我带笔记本，跟梦里的一模一样，只是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对于这种变态，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会。或许是看出我脸色不对劲，出租车司机满脸关心地问我：小姑娘，你怎么了？是不是晕车啊？司机师傅的一句话瞬间把我四处飘扬的思绪拉回了现实。我看向他，只不过一眼差点把我魂都吓没了。虽然我只能看到司机的背影，但总感觉这个身影竟然有几分熟悉的错觉。想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好在没过多久，车就停在了我所居住的单元楼下。直到看着出租车彻底消失小区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与此同时，和梦境里一样，天空中突然一阵电闪雷鸣，接着楼道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电梯也在同一时间断电。有了上一次的经历，我很清楚自己马上就要遇到那个变态，于是我一刻也不敢耽误，直接一口气爬到了8楼。即使此刻我只感觉到腰酸腿疼，两眼直冒金星，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赶在变态对我下手前打开了家门。房门被打开的刹那，手机再次响起，原本以为是给我送电脑的同事到了，结果看到消息，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你不回信息就代表你不答应，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会杀了你哦。是那个变态，我下意识地进屋关门，可惜为时已晚，一只手死死抵住了门。那个男人就这样从门缝中挤了进来，一把捂住我的嘴，然后狠狠将我按在地板上。我用力咬住了他的手，唇齿之间开始泛出浓烈的血腥味。我能察觉到男人隐忍着痛苦，微微颤抖着。然而下一秒，他竟然把另一只手探进了我的裙底。内心的羞耻感让我用尽全身力气发起最后的反击。他似乎彻底失去了耐心，下一秒他停下了到处乱摸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在心跳停止的前一秒，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事，原来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根本不是梦，都是真的。果然，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环顾四周，我非常确定自己此时正在一辆出租车上，车窗外的倾盆大雨，手机上那条熟悉的短信，一切都透露着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死亡循环。然而最令人绝望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场循环。看着单元楼内准时断电的楼道灯和电梯，我彻底不敢自己回家了。我看向了司机师傅，张了张嘴，从嘴里挤出一句话：师傅，您能送我上楼吗？我可以给您加钱。听闻此言，我看到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的犹豫让我直接将他排除了嫌疑人名单。我有幽闭恐惧症，我再次诚恳地向司机师傅开口。这一次，他终于下车，跟着我走进了漆黑的楼道。在得知电梯无法正常运行后，师傅耐心地陪着我步行上了8楼。这次，我很安全地回到了家里，家里也断电了。我锁好门窗，拉上窗帘，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在家里顿时让我安心了许多。突然的敲门声吓得我一激灵，谁？我颤抖着问。是我，赵宇，电脑给你送过来了。听到同事的声音，我缓缓放下戒备，打开了房门。透过门缝，我看清了赵宇的脸。怎么不开灯啊？家里断电了，我无奈地说。我去看看。我听着楼道的脚步声走远，不久家里的灯亮了，我的心也回暖了许多。他递给我笔记本后便打算离开，我想着一个人害怕，便挽留他留下喝口水。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赵宇问。我还来不及开口，手机震动了起来。这个男的是谁？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我瞬间崩溃，泪水控制不住。赵宇关心地询问我怎么了。有个男的想杀我。我举起手机给赵宇看，看了短信内容。赵宇安抚我。你打过这个电话吗？我摇了摇头。他拿过我的手机拨了过去，片刻后皱眉。打不通。我要不要报警啊？赵宇帮我分析。你现在没出事儿，没有证据，估计没法立案。他在房间里帮我检查了一下，没发现隐藏的摄像头。短信又亮了。你要留这个男的过夜吗？外面轰隆一声，灯再次灭了，房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赵宇打开了电筒。是不是又跳闸了？我出去看看。我立刻拉住他，让他不要出去。不要紧的，我去看一眼就回来。说完，他打着电筒，轻轻地推开了门，随后把门合上。我贴着门，听着他检查电闸的动静。突然一阵哐当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砸在了电表的铁皮上，门突然被疯狂地敲响，我吓得往后退缩。随后是赵宇的闷哼声：不救他，他肯定会死的。我打开一个门缝，赵宇立刻将手伸了进来，我将他拽进屋，但是已经晚了，他的喉咙被割了一道口子，血鼓鼓的往外流。我胡乱的用毛巾帮他按住，但是无济于事。临死前，赵宇抓紧我的手，他睁大着瞳孔，停止了呼吸。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也漏了好几拍，随后才想到报警。但在我拨出电话的前一刻，我停下了。赵宇是因我而死的，如果我重来一次，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我捏紧门把手，如果还得死一次，那这次一定要看清那个人是谁。我颤抖着手，义无反顾地打开房门，高举起手电筒对准他的脸。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自投罗网，愣怔在原地，看着他的颓废的五官，脑子里突然轰了一声：是你！我的心突然好痛。再次醒来后，看着窗外的雨，我泪流满面。
心却无比平静。这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男人是我的前夫宋文杰。我们结婚后，我才知道这个男人神经敏感还不求上进。当年为了维持家里开销，我在外拼命的工作，但每次加班回家后，他都会怀疑我跟那男人厮混，吵了很多次架，甚至我的穿着也必须按他的要求，否则他就会发飙。穿这么少是出去卖吗？宋文杰为了监视我，还监听了我的手机。有一次我去谈业务，他在手机上听到有异性在场，竟然跑到现场众目睽睽下骂我不要脸。回家后更是对我拳打脚踢，事后他还会一直对我说：“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才不小心这么做的，你不要离开我。”那段日子让我心灰意冷，为了摆脱宋文杰的控制，我不顾一切地离了婚，离开了这座城市，还因为严重焦虑症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他还是找来了。这次我果断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信息：“宋文杰，我在家里等你。”捏紧了手机，我决定赌一把，为了不让无辜的人被牵连。这次我没有让司机送我上楼，也没有让赵宇过来。在楼下的时候，我发出了一条短信，随后回家，开着房门等着宋文杰的出现。没过多久，那个身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咬了咬唇，尽量平静地说道：“宋文杰，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们放过彼此不好吗？”不可能，我们生生世世都要纠缠在一起，你逃不掉的。一副完全不听我讲的样子。宋文杰，我已经不爱你了。话还没说完，他便暴怒地捏住我的脖子。你怎么能不爱我？你必须爱我，你只属于我。他发疯般的喃喃自语，我被他掐得快喘不过来气。我瞄了眼时间，差不多了。我抓起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缸砸了下去，一声闷响后，他并没有倒下，晃晃悠悠地拿出刀刺向了我，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哪怕是死，我们也要在一起。”我没有躲弹，微微偏过了身子。恍惚间，我听到有人的叫喊声：“不许动，举起手来！”等我再醒来时，人已经躺在病房里，而不是那辆出租车上了。我知道自己赌对了，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看到我醒了，红了眼眶。丫头，你终于醒了，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了？得亏没有刺中要害。她摸了摸我的头，宋文杰已经被抓了，你别害怕，他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看着妈妈苍老了许多的面容，我拉着她的手哭了起来。